如果高冷杀手爱上漂亮女刑警，故事会走向何种结局？男人名叫秀贤，他的身世十分曲折。10岁时因离家出走，被亲生父亲开车撞飞。奄奄一息的他被职业杀手帕维尔捡了回去，并将他培养成自己的继承者。伤养好后，就让秀贤进行杀手训练。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挺过来的，他只知道不能泄露委托人的身份，任务中不留下任何活口，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可一只野狼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时，年幼的他眼中充满了犹豫。养父见状，掏枪便想射杀前方的野狼，但秀贤抬手阻止了他。可转眼，养父就将枪口对准了秀贤。殊不知，杀手拥有感情就不能成为杀手。养父遵循杀手准则，将秀贤绑在树上自生自灭。当秀贤再次从地上苏醒时，发现是眼前的野狼帮他脱困。第一，让秀贤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善意。时间来到17年后，如今的秀贤早已成为了职业杀手。然而，他的养父帕维尔却因任务伤到了脑袋，因为他的杀手本能在发作时，他对周围的所有人，包括秀贤在内，都怀有敌意。面对养父充满杀意的进攻，秀贤无奈只好举枪对手，之后找准机会卸下养父手中的枪。秀贤担心误伤养父，始终放不开手脚，被养父一刀捅了上去。但好在年轻力盛的他最终制服了养父。之后，他坐在桌前处理着伤口，也打算金盆洗手，带着养父去国外生活。但养父手头上还有一单任务没有做完。秀贤表示自己会去替他完成，但高傲的养父无法接受自己迟暮的现实，隔天一早就独自跑去完成任务。眼看狙击枪已经瞄准了目标人物，但养父颤抖的手却无法及时扣动扳机。错过时机的养父只好选择近身刺杀。于是他混进了目标所在的别墅，却被目标人物的儿子威廉看出了端倪。但就算他拿着刀，也不是帕维尔。可威廉的手下已经闻声赶了过来，年迈的帕维尔躲闪不及，被威廉一刀刺中了腹部。就在帕维尔危在旦夕的时候，秀贤及时赶到，几枪晃倒了周围的手下，但养父却被威廉挟持。眼看养父被带走，机智的秀贤没有去追，而是偷偷爬到了通风管道，安置好炸弹之后一跃而下，将目标人物放走。引开所有手下后，秀贤找到了帕维尔，但此时的帕维尔已经身受重伤。为了不拖累秀贤，他选择举枪自己，但秀贤怎会丢下照顾他17年的养子？与此同时，威廉等人也来到了目标人物的身旁，但目标却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时，秀贤安置好的炸弹引爆了事件。秀贤将养父带回家后，拿起一针肾上腺素想要为他治疗，却被养父一把打掉。对于得了老年痴呆的自己，就这么死去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他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并叮嘱秀贤忘记这一切，然后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尽管秀贤如何不舍，养父还是渐渐没了呼吸。之后的秀贤按照养父的嘱托，准备金盆洗手。可这时手机里收到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竟然和自己手里的一模一样。中间人告诉他，这张照片出自一个神秘的委托人，委托人想让秀贤帮他除掉6个目标人物，每杀掉一个，委托人就会给他一条关于他身世的重要线索。还没等秀贤答应，窗外就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原来上一个目标人物的儿子竟然没被炸死。此时他也已经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秀贤家楼下。男人表面上是宠物医院的老板，实际上却是一名顶尖杀手。就在他准备金盆洗手的时候，一名神秘的委托人出现，只要他按照委托人的指示除掉6个目标人物，每杀一人就会给他一条寻找身世的线索。为了调查出自己的身世，秀贤决定接下这最后一单。画面一转，在山上狩猎的男人发现了一头小鹿。正当他准备举枪射击时，一道人影从悬崖的另一端一跃而出，悬出绳口套中男人的脚。男人重心不稳，从悬崖跌了下去，而袭击他的人正是男主秀贤。跌落山下的男人还未咽气，秀贤见状掏出一支神秘针管，对准男人的颈部扎了进去，男人因此瞬间失去了呼吸。秀贤掏出手机拍下死者的照片，晚上他就收到了关于身世的第3条信息。由于被害的男人是个商界大佬，这件事情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刑警佑真被总厅委派来调查此案。来到现场的佑真，仅一眼就看出了这并非单纯的坠崖，因为死者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接着他安排手下将尸体带回去检验，之后在回去的路上，一头受伤的小鹿挡在了路中间，而面前的男人正是男主秀琴。佑真见状下车帮忙，曾是职业飞镖选手的佑真仅一下就将麻醉剂扎在了小鹿身上，帅气的身手让秀贤都忍不住多看2眼。紧接着他上前查看小鹿的伤势，佑真也摘下丝巾蒙在了小鹿的眼睛上，因为这样可以安抚小鹿的情绪。但秀贤却拒绝了佑真的好意，将小鹿装进箱子准备离。佑真见状有些不悦，怎么说我也算是帮了忙，
而你却连句谢谢都没有。秀贤看到他手上弄脏的丝巾，一把拿了过来，并递上宠物医院的物品，表示需要赔偿的话可以来这里找我。就这样，杀手和警察完成了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冷漠的秀贤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之后的自己将会为这个女人付出一切。处理好小鹿的秀贤来到快餐店，但此时快餐店老板正在屋内殴打他的这一幕正好被门外的秀贤看到。关键时刻，秀贤阻止老板好奇。面对老板的逐客令，秀贤仿佛没听见一样，让女人去给他做一封盖。气愤的老板走到秀贤身旁，但秀贤的眼神却让老板瞬间满足。之后，他拎着盖饭回到了诊所，一个女孩也紧随其后走了进来。女孩名叫小琪，虽然只是个高中生，但却是拥有整栋楼的小包租婆。秀贤的诊所用的也正是她的房子。这时，他也看到了衣架上的丝巾，脸上浮现出吃醋的表情，随后假装随意地问道。显然，秀贤对小琪并不感冒。与此同时，坠压死者的尸检结果出来，法医告诉佑真，死者脖颈处曾被注射过类似于安乐死的药。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死者更深层次的皮肤底，还检测出了可卡因的成分，这就说明用来注射的针管是2次使用。针管的主人很可能是一名女君子。经过对针管上 DNA 的比较，发现针管的主人竟然就是快餐店老板。警方随之对快餐店老板实施了抓捕。审讯室内的老板正好无瘾发作，从鞋子里掏出可卡因就要注射。这时警察冲进来将他拦住，而这也更加坐实了他就是凶手。但敏锐的秀珍却觉得有些蹊跷，以快餐店老板那副瘾君子的模样，根本完成不了这么缜密的谋杀。他分析，真正的凶手是想嫁祸给快餐店老板，但还没等他提出质疑，上层领导就为了平息事端草草结案。晚上下班时，心绪不宁的佑真一个不注意撞到了一只小猫，他赶紧下车将小猫抱了上来。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递给自己明天的寿衣。作为南韩第一杀手的秀贤，此时却正在抢救一只小猫，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宠物医生。而白天遇到的那名女刑警，此时正站在他的身边。原来就在刚刚，佑真开车时不小心撞到了路上的小猫。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想起白天时遇到的宠物医生，于是他赶紧按着名片上的地址找了过去。秀贤见状也没有犹豫，直接将小猫抱到了手术台上。就在他换好衣服准备手术的时候，小猫却突然失去了生命体征。秀贤见状赶紧给小猫做起了心肺复苏，之后将一副手套丢给佑真，让他过来帮忙。抽出身子的秀贤赶紧给小猫注射了1支强心针，终于在两人的配合下成功将小猫救了回来。这件事情也让佑真对他的看法有所好转。但这时他看到了秀贤桌上放着的安乐死，这让他瞬间联想起白天的案子，死者正是被凶手注射了同样的药。于是佑真开始试探起秀贤，但秀贤却神态自若地表示是给需要安乐死的纯用，还给佑真阐述了注射后的种种反应。佑真也察觉出秀贤体内散发出的压迫感，幸好这时小七走了进来，两人间紧张的气氛才随之消失。等送走了两人后，秀贤走进了诊所的暗门，将男人的资料彻底销毁，然后又拿出了一张佑真的照片。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肯定会成为他的阻碍。事实证明，他猜的是对的。第二天一大早，佑真就搬到了秀贤宠物诊所的楼上。作为房东的小琪，也许是担心佑真太漂亮会抢走秀琴，不但没有欢迎，反而处处刁难，还表示想让佑真退租，但合同是之前就签好了，退租的话就要赔付双倍违约金。佑真笑着让他考虑清楚再说。小琪也被佑真气得要死，转身向秀贤寻求帮助。小琪听后一整个大无语，人家还没住进来就已经开始帮他说话。而隔天，佑真就已经搬到了楼上的新家。小琪为了难为佑真，还特意将佑真锁在楼层的电梯锁死。没办法，佑真只好走楼梯下楼。看着佑真气愤的样子，小琪也觉得自己扳回了一局。随后，穿着他的限量版球鞋出来，但路过的汽车却正好将脏水溅到了鞋上。小琪被气得破口大骂，但看到车内坐着的男人后，却变了脸色，想要逃跑，却被身后的混混拦住。原来男人是小琪的舅舅，爷爷去世时将遗产全都留给了小琪，自然也引来了舅舅的不满，所以他逼迫小琪将遗产交出来。而这一幕正好被外出回来的秀贤看到。正当他准备出手时，却被突然出现的秀珍打断。佑真从秀贤的袋子里拿出2瓶汽水，然后一把将秀贤护在身后，让他赶紧报警。而纤瘦的佑真却遭到了舅舅的嘲讽，拿着2瓶汽水当武器则更是可笑。面对舅舅的污言秽语，佑真一脸轻松地表示先给你个警告。汽水罐直接打碎了舅舅的倒车，可佑真的举动不但没起到威慑，
反而更加激怒了舅舅。没办法，他只能再次出手，而这次汽水罐不偏不倚地打在了舅舅的脸上。两名混混见状，直接拿着匕首冲了过来。不讲武德的男人，甚至还抓起了佑真的头发。眼看佑真被男人甩到墙角，秀贤也终于出手了。作为杀手的秀贤，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想不通的秀贤给好友卷毛打去电话，但显然这并不是正确答案。晚上，秀贤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佑真，明明白天时刚受了伤，现在却反倒安慰起秀贤。秀贤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递给佑真一罐饮料。随后，秀珍表示想去看看上次受伤的小猫，于是两人一起回到了诊所。秀贤也假装平淡地问他白天时为什么要帮助小七。佑真说，就算自己不是警察，面对这种事情也不会坐视不理。同时，他相信秀贤也是这样内心善良的人。这满屋子的猫猫狗狗都是因为秀贤的救助才活了下来，并且佑真也借着他警察的身份，悄悄调查过小琪。当年小琪在继承了爷爷的巨额遗产后，一直被身边的亲戚威胁压迫。同样是秀贤，一直在他身边无条件的守护着他。佑真的话也勾起了秀贤的回忆。10年前，他跟随养父一起执行任务，目标人物正是小琪的爷爷。养父在解决掉目标后，意外发现了年幼的小琪。心狠手辣的养父自然不准备留活口，但就在这时，秀贤冲过来拦住了养父。养父听后让他不要忘记杀手的信条，但秀贤的态度却无比强硬，就像10年前救下二哈那样。心软的秀贤保住了小琪的性命，并且在今后的日子里默默保护着他。也许在他的心里，始终留有着一份不属于杀手的赡养。这时，一条消息出现在了秀贤的电脑上，发消息的人正是2年前被秀贤杀害了父亲的威廉。如今的威廉接替了黑帮老大的位置，并且重新回到韩国，做起了贩卖人口的购买。而秀贤的养父帕威尔当年正是死于威廉之手。秀贤掏出手机拍下照片，让好友卷毛找出了威廉所处的位置，之后悄悄潜入了威廉的老巢，准备替养父报仇。与此同时，威廉贩卖人口的行径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此时，佑真也伪装成维修人员，混进了威廉所在的大楼。他的任务是拍下这帮人的犯罪证据后迅速撤离。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名女孩冲开房门，趴在了地上，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让佑真救救她。见到这种情况，外面指挥车上的警察瞬间不知所措。楼内的佑真也被混混逼到了墙角，并且也发现了他眼睛上的端倪。威廉见此情况，下令除掉佑真。佑真面对混混手里的针管极力反抗，但双拳难敌4手，被混混一拳打倒在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瓶子飞来，砸在了混混的身上。是秀贤及时出现，替佑真吸引了狐狸。看着混混们都跟了过来，秀贤的心里也松了口气。紧接着上演了一波精彩的悠悠。这些没经过专业训练的小混混，平时欺负老百姓还算拿手，但碰到秀贤这种专业杀手的时候，往往撑不过3秒钟。在解决掉混混后，外面的警察也及时赶到，救下了佑真。佑真没有迟疑，起身就朝着楼上的天台跑去。果然，在天台上抓到了正要跳楼逃跑的威廉。佑真让他把枪丢过来，但下一秒，就在刚刚，杀手秀贤及时出现，帮助佑真躲过了致命一枪。面对眼前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佑真的大脑瞬间失神，总觉得面前的男人好像似曾相识。不远处的威廉抓住空隙，顺着绳子从楼上一跃而下，而佑真的枪口却对准了秀贤。面对佑真的质问，秀贤没有理会，抓住绳索从楼上跳了下去，而佑真却始终没有扣动扳机。这时，大批警察也赶了过来。佑真赶紧跑到墙边向下张望，当看到那个男人平安落地的时候，佑真懊恼没抓住他的同时，竟也不自觉地替他松了口气。逃走的秀贤回到家里，脑中也不断回想刚才的画面。明明昨天还不理解为陌生人冒险的行为，可当他看到佑真面对危险的时候，却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为杀手的冰冷血液，正因佑真的出现而慢慢改变。为了结束这种情况，他找到了房东小齐，但因为上次佑真曾帮助过小齐，现在的小齐已经完全成为了佑真的小迷妹。面对秀贤提出的无理要求，自然选择拒绝。而另一边，在警局的佑真也不禁回想起刚才的画面，那熟悉的眼神，他分明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这时手机震动，打断了佑真的思路，原来是提前设置好的生日提醒。晚上，佑真拎着蛋糕来到了诊所。秀珍说，今天是她儿时一个好朋友的生日，尽管他们彼此已经失联了20年，但每年的今天，她都会独自为好友庆生。还说在2人小的时候，她每次都会把生日祝福写在飞机上送给朋友。秀贤听后脸色却变得不自然，随便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晚上，秀贤独自来到了地下室，拿出抽屉里那个已经尘封多年的纸飞机，
上面写的正是一段生日祝福。失忆的秀贤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佑真口中的那个朋友，也不清楚今后该如何与佑真相处。隔天，一个中年女人来到了秀贤的诊所，女人表示是佑真的妈妈，递给秀贤名片时还附带一沓钞票。她希望作为邻居的秀贤能帮忙照顾佑真，而照顾的方式却有些不对劲。佑真每天几点出门，几点下班，包括家里都来过什么人，这种事情通通都要记录下来。这种关心女儿的方式似乎有些病态。冷酷的秀贤自然是没给她好领子。晚上，佑真回到家，开灯后发现房间内摆满了家具和鲜花，冰箱也被各种食物堆满。佑真见状也猜到是母亲来过。这时母亲正好打来电话，面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佑真的脸上却写满了痛苦。之后他来到了秀贤的诊所，想替母亲唐突的行为道歉，但相比这个，秀贤反而更加关心佑真脸上的伤口。佑真见状有些不好意思，秀贤夹起棉签准备替佑真消毒，但却突然停了下来。佑真紧忙将头发梳在耳后。就当秀贤专心替佑真消毒的时候，门外威廉的出现让秀贤瞬间紧张起来。对于一个杀手而言，最怕的事情就是萌生善意。自从他10年前不顾养父的阻拦救下小琪，小琪就已经成为了他的软肋。面对再次找上门来的仇家威廉，秀贤的心里开始担忧。他不怕威廉报复自己，却担心威廉会对他身边的人下毒手。佑真作为配枪刑警，安全方面不用过多担忧，反而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琪更加危险。虽然和小琪住隔壁，但不放心的秀贤还是递给小琪一个哨子，告诉小琪如果遇到危险及时吹响。但小琪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能不能换个好看点的哨子。无语的秀贤懒得搭理他，回到房间目不转睛地盯着楼外的监控。但这时隔壁竟传来了哨子的声音，秀贤听后立马飞奔过去，结果却是小琪的恶作剧。秀贤见状气愤地转身离开，但刚走到楼下就又传来了哨子的声音。秀贤又赶紧跑了上去，但小琪说只是想让他上来吃泡面。秀贤严肃地表示不要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但小琪却并不当回事。很快他就再次吹响了哨子，紧接着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小琪开心地下楼迎接，但这次来的人却不是秀贤，而是黑手党老大威廉。小七赶紧跑回房间，但还是晚了一步，被威廉冲开房门。这时他才想起秀贤的话，想要吹响哨符，可威廉根本不会给他机会，抓着小七的头发就开始殴打。好在关键时刻，秀贤及时赶到，一个过肩摔将威廉甩飞出去。说着，威廉从背后掏出手枪，秀贤一个闪身冲了过去，将手枪踢开。之后两人开始了近身肉搏，但任凭威廉如何进攻，都不是秀贤的对手。秀贤也不愿在小琪的面前大开杀戒，避开要害，一刀刺中了威廉，同时将跟踪器放在了威廉身上，之后故意将威廉放走。与此同时，警局内的佑真正在审讯威廉的2个手下。虽然一开始不愿交代威廉的藏身地点，但经过佑真一套专业的心理战术后，2名手下还是将知道的事情交代出来。根据2人交代的线索，大批警察也随之出动去抓捕威廉。秀贤这边在安顿好小琪之后，也看到了手机上威廉的定位，体内的杀手气息再次凝结，骑着摩托飞速朝着威廉的地点赶去。此时威廉也已经注意到了警方的行动，正准备跑路的他却被秀贤用枪抵住了脑袋。面对顶级杀手的专注一枪，威廉明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胜算，却还是不甘心的掏枪反击，结果可想而知，这种举动无疑会加快他死亡的速度。威廉表示他知道一些关于秀贤身世的消息，想以此来换秀贤手下留情。身世的事情他可以自己查，但伤害了小琪的威廉却必须得死。之后赶来的佑真等人虽说没抓到威廉，却解救了许多被威廉拐卖的少女。隔天，警方在附近的游轮上发现了威廉的尸体，法医看到后更是一脸的不可。从额头上弹孔的位置来看，这绝对是无懈可击的一枪，就连血花溅落的形状都像是艺术品一般。佑真听后也开始怀疑起凶手的身份，如此稳健的枪法也让佑真不禁想起救下自己的那个蒙面人。这是职业杀手应有的素质，干净利落，始终快人一步。法医看着死者身上的伤口，也不禁感叹手法的专业。第一枪打在了手上，应该是为了打掉死者手中的武器；第二枪打在了小腿，应该是发现了死者腿上佩戴着的短链；最后一枪直中眉心，彻底将他送上了西天。佑真听完法医的判断后，也不禁感叹凶手的狠辣，但全主同事调查了2天2夜，却连凶手的头发丝都没查到一根。而在他们口中残暴的凶手，此时正在路边照顾流浪猫。佑真看到后也不禁感叹。之后，佑真来到旁边的摊位买菜，为了能让老奶奶早点回家，佑真一边夸赞蔬菜新鲜，一边买光了所有的蔬菜。
之后，佑真跑去旁边买咖啡。奶奶看到一直站在身旁的秀贤，抓起一把柿子让他尝尝。秀贤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接了过来。这时，佑真也买回了咖啡。秀贤看上去面无表情，但眼神却始终无法从佑真的身上挪开。奶奶的话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只能慌张地接过袋子。尽管他心里清楚，杀手和警察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但还是控制不住的想陪在佑真身边。到了晚上，好友卷毛递来了第4个目标人物的信息，而这次目标的身份比上次更加夸张，既然是即将参加大选的一名国会议员，只要杀了他，委托人就会发来第4条有关他身世的线索。于是他以兽医的身份来到了徐媛家里，借口上厕所的时候，悄悄溜进了徐医院的书房，在书桌底下安装了窃听器，之后又破解了徐医院的保险柜，但里面却没有价值的线索，只有一本寒风孤儿院的名册。奇怪的是，名册里面的孩子全都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编号。可当他翻到了最后一页时，却愣住，因为最后一个孩子的编号竟然是88号，但除了编号外，其他信息全部都是空的。这让秀贤不禁回想起自己抽屉里的纸，飞机上面写着88号，祝你生日快乐。飞机上的字也让秀贤一直怀疑自己就是这个88号。为了将此事调查清楚，从徐医院家里出来的秀贤立即驱车前往寒松孤儿院。刚走进园区的秀贤就看到了印有李英恩名字的储物柜，霎时间曾经遗失的记忆涌进脑中，原来他就是孤儿院里的88猴儿送他纸飞机的李英恩，则是他唯一的朋友。接着秀贤又进到大王内部搜寻线索，却听见了不远处传来的声响，一个拿着手电的人影走过来，而来的这人正是佑真。秀贤跟随佑真来到一处走旁，佑真蹲下身子拿开墙上的砖头，脑中竟也闪现出小时候藏纸飞机的画面，而这一幕刚好被暗处的秀贤看到。佑真也发现了转角处的一幕，他拿着手电追了过去，但秀贤却先他一步离开。回家后，卷毛看到了秀贤手上李英恩的名牌，他也想起这就是纸飞机上的那个名字，也许这个李英恩能够解开秀贤身世的线索。不过卷毛又说，孤儿院里的孩子被领养后大多都会改名字，那样的话找到的概率就如同大海捞针。但此时秀贤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身为杀手的秀贤明知不可能，却还是对女警佑真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尽管他极力克制心中的感情，但当他得知佑真就是当年孤儿院的余英时，原本坚定了的信念被再次撼动。原来早在20年前，秀贤曾是寒松孤儿院的一员，那时的他还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表其身份的88号。而那时还没改名字的李英恩也同样身处这家孤儿院。那时的他们每天都吃不饱饭，还被要求干一些很重的体力活。面对这地狱般的压迫，年幼的英恩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死去。之后他将写上愿望的纸飞机偷偷塞进砖头后面，而这个秘密正好被秀贤发现。他拿走了纸飞机，看到英恩孤独又绝望的文字后，秀贤决定帮英恩。等英恩隔天再次打开砖头的时候，发现里面多出了一颗糖果，甜甜的糖果也让英恩不自觉地笑了出来。而纸飞机上也多出了秀贤对他的鼓励，并属于88号。秀贤的鼓励也给英恩带去了好运。没过多久，他就被一对财阀夫妇领养。但养父母收养他的目的并不单纯，因为养父的亲生女儿患病去世，养母承受不住打击，变得有些疯癫。为了安抚养母的情绪，养父才从孤儿院里选中了英恩，让他接替女儿佑真的身份，陪在养母身边。本以为自己收获了幸福，却没想到只是养母思念女儿的替代品。而这么多年，他都在养母近乎病态的管教下长大，虽然受尽折磨，但却从未忘记过当年的88号，并且每年都会独自为88号庆祝生日。这天，他再次回到了当年的孤儿院，墙上那块熟悉的砖头让他不禁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这时，佑真突然发现转角处似乎有人在看着自己，但走过去后却没发现什么。回到家的佑真看到一辆摩托车停在角落，而这摩托车竟然和刚才在孤儿院门口看到的一模一样。之后从小琪的口中得知摩托车是秀贤，这也让他对秀贤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为了验证心里的猜想，他邀请众人一起来家里吃饭，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纸飞机放在明面上，而这果然引起了秀贤的注意。秀贤将纸飞机打开，上面写着88号生日快乐。秀贤忍不住回头看向佑真，但佑真却赶紧将目光挪开，而秀贤则掏出手机将内容拍了下来。看到这里的佑真已经确定了心里的猜想。吃饭时，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彼此。佑真率先开口试探，卷毛听后吓得一口米饭喷了出来，饭局也借此机会草草收场。不甘心的佑真再次来到诊府，想约秀贤一起出去走走。之后两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佑真故意说起了之前的那个朋友。说完这些后，佑真转过头，一脸期待地看着秀贤，他希望亲口听到秀贤的答案。
但他只知道眼前的秀贤是曾经的88号，却不知道他还是自己苦苦调查了许久的杀手。秀贤面对一脸期许的佑真，承认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因为杀手和警察本就是两个不应相交的世界。这是来自顶级杀手的压迫感。狡猾的男人还想挣扎，可下一秒，这是杀手秀贤的第4个目标人物，本应一枪了事，但秀贤却在之前的监听中听到了徐医院提起韩聪孤儿院的事情，这也给了徐医院一次活命的机会。只要讲清楚20年前韩松孤儿院所发生的事情，秀贤也许会放他一马。但徐医院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因此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秀贤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刻，书房的门却突然打开，秀贤瞬间躲进了旁边的衣橱，而进来的人竟然是徐议员的孙女。看着眼前的小女孩，秀贤想起了曾经的小七，更让他联想到善良美好的佑真。这是他杀手生涯的第1次失败。回家后的秀贤来到地下室，看着挂满了整面墙的武器，秀贤的脑中回想起那些曾死在自己手里的人。这20年的时光里，他的世界只有阴谋暗杀和枪声。他记起曾答应过养父要金盆洗手，开始新的生活，却又为了调查身世开始了新的杀戮，似乎也是时候该停下来了。隔天清晨，卷毛慵懒地打开电视，本以为会听到徐议院被暗杀的新闻，结果却看到徐议院正好端端地坐在镜头前面。卷毛一脸的不可置信，因为自打认识秀贤开始，他就从未失手。接着他气愤地来到地下室质问起秀贤，接着秀贤让卷毛联系委托人取消约定，可卷毛怕单方面毁约会遭到报复，他让秀贤认清现实，就算金盆洗手也改变不了你杀手的事实，就算做多少善事也无法洗清你手中的鲜血。可秀贤却铁了心的打算放弃。卷毛听后问他是不是因为佑真，没办法的卷毛只好按照秀贤的指示，别委托人发去想要终止合作的请求。果不其然，遭到了对方的威胁。为了让秀贤继续完成暗杀任务，委托人也提前发来了有关于秀贤身世的线索。秀贤看到后，第一时间朝着照片中的地点赶去，看着骨灰旁放着的遗像，秀贤也拿出了手中的照片，遗像中的女孩竟和照片里的女孩一模一样。一段陌生的记忆涌进脑中，一个女孩在纸板上写下4个名字，让男孩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这样，88号有了秀贤这个新名字，也有了一直向往的家庭。但养母的眼中只有患病的女儿佑真。秀贤看后心里很失落，养父母收养他，却对他毫不关心，似乎他只是一个在等待被利用的工具。秀珍看出了秀贤的失落，将怀里的毯子分给秀贤，还让母亲给他们2个拍张合影。看着手里已经泛黄的照片，秀贤想起了遗像中的女孩，正是她的姐姐。之后，秀贤和卷毛2人分析，当年真正的佑真去世后，吴会长夫妇又去孤儿院收养了李应安，让他以佑真的名字继续活在养母的世间。但之后的秀贤又去了哪里？卷毛劝说秀贤继续完成委托人的任务，从而继续获取新的线索，但秀贤却执意放弃。结果刚一出门，就接到了委托人打来的电话。说话间，秀贤看到了马路旁边的佑真。这时绿灯亮起，佑真也开始走向马路对面，却没看到不远处疾驰而来的汽车。秀贤见状疯了似的朝佑真跑去，此时的汽车也已经近在咫尺。这是他杀手生涯第1次被人威胁。话音刚落，男人一脚将油门踩死，冲着正在过马路的佑真疾驰而去。秀贤此时也察觉到了男人的意图，疯了般的朝佑真跑去。此时佑真也发现了不对劲，但近在咫尺的汽车让他避无可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秀贤冲过来，一把将佑真搂在怀里。看着渐渐远去的汽车，秀贤的脸上写满了凝重，将刚要开口说话的佑真丢在路边，头也不回地朝诊所走去。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选择，如果不按照委托人的指示，3小时之内干掉徐医院的话，佑真将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秀贤从网上查到了徐医院今天的日常，得知徐议员此时正在室外宣传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心中浮现。卷毛正是也走了进来，看着正在挑选武器的秀贤，还以为秀贤终于想通了。可等他看到桌上地图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之后，秀贤在卷毛诧异的目光中走出去。尽管他知道在公开场合动手是杀手的大忌，但为了佑真的安全，他必须要放手一搏。画面一转，徐议院正在记者和百姓的簇拥下进行宣讲，而作为刑警的佑真，此时正坐在马路对面的车里。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徐医院的安全，但不知是不是被刚才车辆袭击的事情所影响，佑真只觉得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事实证明，他的第六感是对的，因为此时秀前的狙击枪已经瞄准了徐医院的眉形。尽管他已经不愿再滥杀无辜，但脑中却再次响起了委托人的威胁。
随后他也不再犹豫，扣动攻击，随着弹壳落地，徐医院的生命也就此结束。现场瞬间乱作一团，佑真身旁的小助手已经完全吓傻了眼。这种在闹市中枪杀国会议员的事情，放眼整个人类历史也并不多见。好在佑真还算冷静，看着墙上弹孔的位置，分析出杀手开枪的地点。秀贤此时正趁乱准备撤退，但这一幕却正好被佑真看到。佑真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终于在一条巷子里追上了秀贤。秀贤听后渐渐放下箱子，随后佑真让他转过身来，他想看这个救过自己2次的男人到底是谁。就在他即将扯下秀贤面具的刹那，秀贤出手打掉了佑真手中的枪。尽管佑真拼尽全力进行反击，但又怎会是秀贤的对手？在不伤害到佑真的情况下，秀贤掏出佑真兜里的手铐，将他铐了起来，之后拿起箱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佑真等人回到警局后，上司因他们没保护好徐议员而大发雷霆，尤其是佑真，在面对枪杀国会议员的凶手时，为什么不直接开枪？面对指责，佑真无言以对。对于凶手的身份，佑真心里始终有一个不愿去面对的猜想，这是警局里模拟出了凶手的画像。佑真看到后，脸色开始变得不自然。同事见状问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但佑真却强装镇定地表示没有。之后他来到秀贤的诊所，此时的秀贤已经恢复了医生的身份，但两人看向彼此的眼神都有些不自然。杀手一旦有了软肋，就会成为别人手里的刀。为了保护心爱之人的安全，秀贤失去了杀手应有的冷静，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枪击毙了魔会议员。而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将他暴露的风险无限放大。佑真此时也对秀贤的身份产生了怀疑。相比于调查真相的求知欲，佑真心里更多的是害怕。他怕秀贤真的是杀害徐议员的凶手。于是他查秀贤今天一天的行程是去郊区医院动手术。于是佑真急忙开车来到了郊区医院，询问秀贤今天是几点来到这里。秀贤听后没有说话，而是给一起做手术的医生打去了电话。面对佑真的询问，医生说秀贤一整天都在这里给流浪犬做手术，这才打消了佑真的怀疑。但其实秀贤早就想到佑真会来这里调查，所以提前和医生擦好了口令。一边卷毛按照秀贤的要求约委托人出来见面，却在即将会面时被几名催债的混混掳走。幸好秀贤此时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秀贤的出现也吸引了混混们的注意。3两下解决掉混混后，秀贤一脸冷漠地带着卷毛回了家。因为除掉了徐议员的缘故，委托人也发来了第5条关于秀贤身世的线索，但这次的线索竟然是佑真的照片。难道他的身世和佑真有关？深夜，秀贤潜入到了佑真养父的家里，在他的记忆中，这里也曾是收留过自己的地方。而此时，别墅内部，佑真的养父母正和一群达官显贵聚在一起，庆祝他们再次帮助客户获得重生。原来，早在20年前，佑真的养父吴会长就已经开始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计划，那就是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给身份尊贵的人们培养出下一代。但这些孩子的出生，并不是为了继承家业，而是成为他们年迈父母的器官培养。一旦父母的器官出现问题，这些孩子就会成为器官的供体，因为这种生理意义上亲生骨肉的器官根本不会出现丝毫的排斥反应。于是吴会长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众多达官显贵的追捧，而这些通过人工受孕所制造出的海通以孤儿的身份被安置在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当年的寒风孤儿院。可怜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意义，就是等着给亲生父亲捐献器官，甚至到死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们的亲生父亲。暗处的秀贤听到这里，脑中也彻底记起了那段遗失的记忆。原来眼前的吴会长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吴会长正是通过人工受孕技术制造了秀贤，而他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他患病的姐姐提供器官，但姐姐却没能撑到那时就已经去世。于是秀贤再次被送回了寒松孤儿院。正巧那时吴会长的秘密被人举报，为了消灭证据，他让手下处理掉所有的孩子，其中也包括秀贤。趁着众人离开的间隙，机智的秀贤将身子藏进了死人堆。手下发现秀贤不见了，大惊失色，赶紧跑出去寻找。秀贤也趁着这个机会从寒松孤儿院里逃了出来，却正好被开车的吴会长发现。面对他生理意义上的亲生儿子，吴会长却没有丝毫收入，一脚油门将秀贤撞飞出去之后，将重伤的秀贤装进袋子。即使秀贤将手伸出来苦苦哀求，他还是狠心地系上了拉链。秀贤艰难地将思绪从回忆中抽离，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他苦苦找寻了20年的身世杀手。秀贤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出生的意义只是为了迎接死亡。父亲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创造了他，只是为了给患病的女儿当做器官移植的贡品。但可惜女儿没能撑到移植器官的那天，秀贤因此成为了父母唯一的孩子，却依旧没能得到父母的爱，反而成了被恶魔抛弃的妻子。
记起一切的秀贤此时正躲在窗帘后面，这么近的距离，以秀贤的本事完全可以一击毙，但秀贤却没有选择动手，而是等到吴会长出去后，悄悄拍下了他的犯罪证据。与此同时，和同事们聚餐后的佑真打车回家，却借着醉意，不由自主地走到了秀贤的诊所。恰好秀贤也在这时赶了回来。喝多了的佑真借着酒劲，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戳破了秀贤就是88号的事情。秀贤见状也不再装傻，而是询问起佑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虽然被财阀收养，但佑真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养母一直把她当成已故女儿的替代品，每天都像宠物一样被养母管教。但每当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都会想起秀贤当年给她的鼓励，一个是被恶魔抛弃的男人，另一个是被恶魔抚养长大的女人。尽管老天让他们受尽了苦难，但最终还是让他们奇迹般的相遇了。画面一转，那个一直给秀贤发布任务的神秘委托人也终于出现。男人名叫高教授，20年前正是他和吴会长一起发明了人工受孕克隆技术。高教授本以为找到了造福人类的方法，但邪恶的吴会长却恰恰相反，他用这项技术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器官载体，以此来给富豪们延续生命。高教授不想做出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于是两人一拍两散。可等他回到家后，竟发现全家都被人残忍杀害。就在他悲痛欲绝的时候，一根铁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头上，并且一把火点燃了高教授的房子。命大的高教授在一片火海中醒来，踉跄地跑到电话亭向吴会长求助，但想要除掉他一家的人竟然就是吴会长。假装安抚好高教授的情绪后，吴会长愤怒地拉起手下的衣领，质问他为什么高教授还活着。手下惊恐地表示马上就去处理，但意识到不对劲的高教授就此人间蒸发。而隐匿了整整20年的高教授从来没有放弃过为家人复仇的信念。此时的高教授手里有着2张王牌，一个是在吴会长身边蛰伏了多年的尹秘书，另一个就是已经成为顶尖杀手的秀贤。当年参与了项目研究的高教授自然知道秀贤的身世，于是他以委托人的身份联系上了秀贤，以身世的线索为诱惑，让他除掉6个目标人物。对身世好奇的秀贤自然是答应下来，但秀贤不知道的是，这6个目标人物都是和当年的事情有瓜葛的。秀贤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然就会慢慢发现，高教授就是要用这种方法让秀贤知道真相后和吴会长父子相残。然而事实也正如高教授预想的那样，此时的秀贤已经乔装成医生，来到了吴会长名下的医院，并将昨晚拍下的证据发到了吴会长的手。看着这段能让自己声带名裂的视频，吴会长一脸的怒不可结果。下一秒，作为南韩第1杀手的秀贤竟然将亲生父亲列入了必杀名单。原来30年前，吴会长通过人工受孕技术创造了秀贤，只是为了让他给患病的女儿捐献器官，但患病的女儿却没能熬到那一天，反而是被吴会长狠心抛弃的秀贤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南韩第1杀手。看着电脑里那些被吴会长残害了的孩子，他知道吴会长此时依旧在运营这条黑色产业，这让秀贤更加坚定了必杀的信念。隔天，秀贤故意出现在吴会长面前，但吴会长此时却不知道秀贤的身份。秀贤没有动手，他只是想当面看一眼自己这个生理意义上的父亲。晚上，正在构思计划的秀贤突然被佑真打断，原来是佑真收养的猫咪突然变得无精打采。秀贤检查后表示，是猫咪患上了抑郁症，因为像猫咪这样敏感的床，很容易被主人的情绪所影响。佑真听后想，可能是最近自己忙于查案，严肃的气场不知不觉间就影响到了猫咪。面对眼前的佑真，不善言辞的秀贤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的爱，只能以医生的身份说出他心底的话。而佑真最近所调查的正是徐艺苑被杀的案。原来除了国会议员的身份外，徐艺苑竟然还是韩松孤儿院的前任院长，这让佑真觉得徐艺苑的死好像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随着越来越深入的调查，佑真也察觉出当年的韩松孤儿院似乎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而当年创建韩松孤儿院的正是他的养父吴会长，并且通过一系列人物关系的梳理，所有的矛头也都同时指向了佑真。决定亲自回家问问养父。此时的吴会长正在听着手下的汇报，原来他已经察觉出尹秘书的反常，于是便让手下调查了有关尹秘书的事情，而手下也果然发现了端倪。正在手下准备汇报的时候，碰巧回来的佑真却打断了手下的话。吴会长见状，只好先让手下离开。佑真虽然身为吴会长的养女，但20年来吴会长却从未给过她好脸色。尽管有些紧张，但他还是问起了当年的高教授以及韩风孤儿院的事情。吴会长自然是一问三不知，并且告诉佑真，他想知道的事情网上都能搜到答案。佑真见状也只好离开。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警局里却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说当年韩松孤儿院的孩子全都被人杀害，并且还标注了埋葬孩子事故的地点。
佑真等人来到了标注的地点，开始搜寻，果然在地底发现了大量尸骸。由此可见，这个匿名举报人肯定还知道更多真相。为了查出举报人是谁，佑真等人翻看了警局附近的监控，发现送来举报信的人竟然是养父身旁的尹秘书。佑真见状，赶紧给尹秘书打去电话，但此时的尹秘书已经对吴会长的手下囚禁，手下挂断了佑真的电话，并以尹秘书的口吻回复正在开会。随后，佑真给他发来了现场尸骨的照片。手下看后大惊失色，赶紧给吴会长打去电话，询问要不要除掉尹秘书。但吴会长此时却另有计划，他要用尹秘书将藏在暗处的高教授引出来。高教授得知尹秘书被绑架的消息后，非常担心，但老奸巨猾的他再次利用起秀贤，他以委托人的身份将尹秘书被囚禁的位置给秀贤发了回去，告诉秀贤这里就是吴会长囚禁孩子的地点。秀贤看到后果然坐不住，趁着夜色来到了高教授标注的地点。而此时的佑真也通过尹秘书车子的定位找过来，却发现秀贤的车竟然也停在这里。他掏出手机给秀贤打去电话，但下一秒身后的打手突然出现，一起抱住佑真。秀贤听到打斗的声音，也急忙朝汽车的地点赶去。面对打手的进攻，佑真极力反抗，但毕竟是女流之辈，很快便被一人掐住了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秀贤及时赶到。看着怀里虚弱的佑真，秀贤心里的怒火已然无法停止。面对两名打手手中的棍子尖刀，暴怒的秀贤选择了徒手硬刚，很快便解决掉两人。可等他回头走向秀真的时候，身后的打手却再次站了起来。这绝对是杀手秀贤此生最慌张的时刻。看见佑真倒在了自己怀里，秀贤失去了往日的冷静，甚至是在佑真的提醒下，才想起了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时间一晃来到了第二天，已经并无大碍的佑真正坐在医院的 VIP 病房。面对养母的关心，佑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握着手机期待着那个男人的关心。可等了半天，却是同事打来的电话。挂掉电话后，佑真坐不住，不顾养母和同事的劝阻，执意要出院。没办法，同事只好开车送佑真回家。到了楼下之后，同事提出要送他上楼，但佑真却拒绝了。目送同事离开后，佑真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了秀贤的店里。责怪的话语中夹杂着一丝撒娇。秀贤听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提出要送佑真上楼。其实早在今天早晨，秀贤就已经来到了医院，但佑真养母的保镖却始终在门外守候。秀贤不想多生事端，只能转身离开。之后，秀贤送佑真回到楼上，佑真坐在沙发上，一脸惬意。可等到秀贤要走的时候，却瞬间失落。秀贤一脸关心地问他需不需要再去医院休养几天，但佑真却表示喜欢在家里的感觉，因为在这里能随时看到秀贤。这暗戳戳的表白，秀贤全都看在眼里。但此时的秀贤却更加关心佑真的伤势，接着他让佑真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联系他。隔天，佑真在上班之前突然想起秀贤的话，于是随手给他发了条消息。结果下一秒，秀贤就出现在了佑真家门口。接着两人一起走到楼下，但佑真的同事以顺路为借口来接佑真一起上班。佑真见状也不好推脱，只好不情不愿地上了同事的车。送走了佑真之后，秀贤也开车来到了吴会长的家门口。看着吴会长从家中走出来后，秀贤也拨通了吴会长的电话。此时的吴会长也看到了停在对面的车子。面对秀贤这个亲生儿子的质问，吴会长却表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20年前没将你彻底杀死。吴会长冷血的花期的秀贤怒极，反向挂掉电话的秀贤一脚油门，冲着吴会长的车撞了一拳。就在吴会长惊慌失措的时候，秀贤却一把移开了方向盘。他才不愿和这个恶魔同归于尽，因为还有很多等着被摘除器官的孩子们。在吴会长的手，他必须要在这些孩子被害之前将他们解救出来。另一边的佑真和同事再次来到他被袭击的地方。那天晚上，佑真是来此寻找尹秘书，可2天时间过去了，尹秘书依旧没有丝毫的响，这让佑真的心里更加担心。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尹秘书带着血迹的耳环。原来那天晚上，吴会长的手下看到了佑真的身影后，就已经悄悄将尹秘书进行了转移。而此时的尹秘书已经成了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男人心里清楚，这也许是他杀手生涯的最后一战，而对手就是他那个如同噩梦般的父亲。曾经的秀贤杀人如麻，但如今的他眼中却多了一份迟疑，因为他有了想要守护的人。尽管他也不止一次想要收手和佑真一起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但当他得知还有很多和他一样命运的孩子被父亲控制，秀贤就没有办法视而不见。在卷毛的调查下，秀贤查到了吴会长的人工克隆实验室就在医院的病房，于是他伪装成医生走进了医院的 VIP 病房。而那病房里躺着的老人正是前不久用亲生儿子的心脏为自己续命的富豪。富豪此时也意识到了危险，颤颤巍巍的伸手去按求救铃。
秀贤竟主动帮他按下了按钮。医生们在收到信号后，果然都朝着富豪的病房赶了过去。而秀贤也趁着这个机会溜进了医院的顶楼。在骗过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后，秀贤终于走进了这个邪恶的实验室。仪器内被整齐编号的罐子装着的，正是 VIP 客户的受精卵，而这些通过人工技术诞生出的孩子，便会成为他们父母的备用器官库。秀贤给吴会长打去电话，问他那些被编号的孩子藏在哪，如果不说的话，他就会把眼前的一切公之于众。但吴会长却表示，他有能力将黑的说成白，你的公之于众也只不过是诬陷我的伪证罢了。秀贤听后也不再废话，启动了安置好的炸弹。吴会长这时也察觉出了不对劲，但下一秒，顶楼传来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吴会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不如一谈。与此同时，正在撤退的秀贤却无意间听到一个男人说起编号孩子的事情。秀贤听后没有声张，而是一路尾随着男人来到了一处偏远的建筑，看着眼前遍布血迹的简陋手术台，秀贤知道他找对地方了。就在这时，门外的打手纷纷赶来，秀贤此时也不再留手，三两下解决掉赶来的打手后，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接插进了男人胸口。从手术室走出来的秀贤也意外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哭声，他解开门上的铁链，房间里正是一个个被编了号的孩子们。看到眼前的场景，冰冷的秀贤也忍不住眼眶泛红。而另一边，来到诊所的佑真竟然意外闯入了秀贤的密室，看着挂满了整面墙的武器，佑真的心里如同刀割般的疼痛。他心中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跟他猜想的一样，秀贤就是那个曾数次救过他的蒙面人，也是那个警方一直追查了很久的杀手。原来那个他一直深爱着的88号也在用他的方式默默表达着心中的爱意。这时他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定位，佑真知道肯定是秀贤，于是赶紧来到了定位中的地点。秀贤的车子正停在路边，而车子里正是被秀贤解救出来的孩子们。这时手机再次响起，这是杀手和警察的告别。尽管心碎的佑真一再哀求，但秀贤还是选择去走那条不归路，因为只有杀了那个恶魔，今后才不会继续出现那些为死而生的孩子们。挂掉电话后的佑真四处张望，他知道秀贤肯定就在不远处看着他。远处的秀贤红着眼眶，回想起曾经和佑真在一起相处时的时光，尽管短暂，但却是他黑暗人生中的唯一一束光亮。因为杀手身份的曝光，此时的秀贤已经被全国通缉。卷毛赶紧打电话通知秀贤赶紧逃，但下一秒就在转角处遇到了秀贤。秀贤让他帮忙弄来汽车和手机。卷毛知道他想干什么，随即劝阻秀贤，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是被抓就是死。他恳求秀贤和他一起逃回俄罗斯，但秀贤却必须要完成他88号的使命。隔天一早，大批警察已经集结待命。秀珍走过来告诉众人，因为证据确凿，吴会长的逮捕令已经正式批准。于是众人一起出发前去逮捕吴会长。将吴会长顺利带回警局后，佑真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这样一来就能避免秀贤去找他复仇，但佑真却低估了吴会长的能力。仅仅一个晚上，吴会长就获得了胜利。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吴会长风轻云淡地从警局走出来。秀贤听着车里的广播，心中早已猜到了是这种结果。这种连法律都束缚不了的恶魔，只能由他来彻底摧毁。另一边，小琪看到了桌上的外卖后，疯了般的跑到楼下。他知道这是秀贤送来的，但来到诊所门口却没见到秀贤的人影。就在他因此失望的时候，电话响起，小琪哭着让他出来，但秀贤却叮嘱他今后要好好生活。他对小琪一直有着很深的亏欠，就算他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和小琪10年的相处中，他们互相之间早已是不可分割的家人。表面上看是秀贤一直在照顾着小琪，但善良活泼的小七也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着孤独冰冷的秀贤。远远地看完他最后一眼后，秀贤也开始了他最后的任务。此时吴会长已经回到了别墅，尽管已经布置了大量保镖，但吴会长的心里却始终觉得不安。而下一秒，门外的枪声就传了进来。面对众多职业枪手的围攻，秀贤丝毫没有退缩，尽管枪法了得，但还是被枪手暗中偷袭。关键时刻，卷毛及时出现，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秀贤甩到门后。看着自己唯一的朋友在面前咽气，秀贤彻底陷入了疯狂。尽管身上已经背负了枪伤，但还是拼尽全力替卷毛报了仇。在干掉了所有的枪手后，秀贤拿着枪来到了别墅内里。吴会长还想做最后的防盗，但却瞬间被秀贤击倒。面对头顶冰冷的枪口，吴会长没有了往日的霸气，不停地向秀贤求饶。秀贤问他，既然这么想活，为什么不考虑那些孩子的性命？吴会长听后丧心病狂地表示，那些孩子出生的意义本就是为了牺牲，
就在秀贤准备结束一切的时候，佑真及时赶到，阻止了秀贤。这时，大批特警也冲了进来，纷纷将手中的枪口对准了秀贤。佑真看着这番场景，口中的劝阻也变成了哀求。吴会长见此情况，也得意的大笑起来。但下一秒，为了保护更多的孩子，秀贤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看着眼前被打成了筛子的秀贤，佑真此时已经发不出任何声。秀贤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握住了佑真的手，脑中也闪回了和佑真在一起的那一天。他后悔从未亲口对佑真表达过心中的爱，也许从一开始，杀手和警察的身份就注定无法走到最后。